我每次快被废剑坑的地火烤熟时，都会在丹田里幻想那个神秘的青铜小炉，接着丢入一块捡来的生锈废铁，最后塞进一张快要失效的劣质避火符。只要熬过这要命的一夜，果然成功了。废铜烂铁变成了雷光闪烁的极品惊雷剑，劣质符纸变成了万火不侵的极品避火符。有了这极品避火符，我就能在这吃人的坑里活下去了。叶璇，你个断卖废铁的杂役！ 要是再交不出法器，我就把你扔进熔炉里当财货。钱管事，这块铁里的杂质太多了，根本打不出下品法器。哼，你懂什么？其实我知道，宗门发下来的上等玄铁早就被他偷偷中饱私囊了。他现在就是想逼我顶罪，好掩盖他的劣迹。明日此时，你要是交不出一把下品法器飞剑，我就以毁坏宗门物资的重罪，将你废除修为，逐出宗门。 看着钱满山大摇大摆离开的背影，我默默低下了头。想让我背黑锅，我绝不坐以待毙。不过要打败一个炼气5成的修士，还需费些功夫才行。叶璇，时辰已到，飞剑呢？钱管事，飞剑没打出来。这是什么？ 这是我昨天在最底层的废渣堆里挖出来的变异剑胚，它极寒无比，跟废剑坑的地火反冲。我没有灵力，根本无法给它淬火定型。在修仙界，废料在极端环境下变异成异宝的传闻屡见不鲜，一旦锻造成功，起码也是上品法器。果然上钩了。钱满山眼中金光大盛，贪婪瞬间淹没了理智。真是天助我也！ 你个没有修为的杂役把握不住，这等气源自然归本管事所有。钱满山根本没起疑心，他仗着自己炼气5层的修为，双手直接握住了剑胚的两端。区区寒气，看本管事用纯阳真元给你强行淬火定型。他浑身冒出赤红色的灵光，死死压制着剑胚的寒气。成了。 他根本不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变异废料，而是极品法器级别的胚子。极品法器的特性就是海纳百川，一旦有外来灵力侵入，它就会贪婪地吸收淬炼，直到吸饱为止。不到半炷香的时间，钱满山脸上的狂喜就不见了。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双手仿佛被玄冰剑胚冻死了一般，根本松不开。而且这剑胚就像一个无底洞，正以极其恐怖的速度消耗着他的真元。他一旦减少真元的输出，剑胚内部那股极寒之气就会反噬，他只能拼命往里灌注灵力。你到底挖出了个什么东西？一边是废剑坑炽热的地火烤着他的后背，一边是手中剑胚的严寒消耗他的灵力。管事大人，您可是炼气5层的高手，这点寒气算什么？我慢条斯理地拖过一张破木椅，在他面前坐下，顺手从怀里掏出一颗自己用废料强化的极品聚气丹。你耗得越久，他吃得越饱。这剑胚威力极大，您可千万别松手。一旦灵力断了，引发爆炸，咱们都得受伤。你算计我！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我拿下他！他身后那几个随从面面相觑，刚想动手，我却随手一挥，极品聚气丹的药力在我体内散开。我虽然无法施展法术，但这股纯粹的灵力让我短暂爆发出了惊人的气场。几个随从见状吓得双腿一软，立刻逃出了废剑坑。现在整个废剑坑只剩下我和钱满山了。这是一场纯粹的意志与灵力的消耗战。3个时辰过去，废剑坑里的温度越来越高，而钱满山的真元已经彻底见底。叶璇，我错了，帮帮我！给我一颗你的丹药，我撑不住了。你为了贪图几块灵石，草菅人命，逼死过多少无辜的杂役？今日这般下场，皆是你平日种下的恶果。随着钱满山体内最后一丝真元耗尽，极品玄冰剑胚失去了灵力中和，与周围极其炽热的地火环境瞬间产生了极端的温差反应，在极致的冰寒与极度的高温相互激荡下，引发了一场剧烈的灵力风暴。钱满山那具灵力枯竭的躯体根本无法承受这股冲击，他的护体真气瞬间碎裂，彻底被冰火灵气吞没。真正的修行，从现在才开始。等今晚夜深人静，统统扔进造化淬剑炉。回到废剑坑，我立刻将通道入口重新封死，盘膝坐在属于我自己的那个破败火炉前。我将钱满山储物袋里的东西全掏了出来，一本残缺的惊雷剑诀，还有几瓶品质极差的下品聚气丹。淬剑炉，给我炼！
我将这些东西一股脑地扔进了丹田内那尊虚幻的青铜小炉中。一夜过去，当炉盖再次开启时，那几瓶劣质丹药已经变成了表面萦绕着3道云纹的极品聚气丹。那本残缺的剑诀被补全到了大圆满境界，直接印入了我的脑海。最让我惊喜的是那把断剑，原本锈迹斑斑的废铁，此刻通体呈现出深邃的暗紫色。极品法器，惊雷剑，好剑。我握住剑柄，没有感觉到任何排斥，因为这把剑是在我的淬剑炉中重生的，它天生就与我气息相连。接下来就是解决我这断脉之躯的问题了。我拿起一颗极品聚气丹，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充沛的灵力瞬间在我体内散开。但我天生断脉，这股浩瀚的灵气根本无法在丹田中汇聚。既然经脉留不住灵气，那就让他们淬炼血肉。最基础的断体法门，引气入肉，洗皮发髓。我死死咬紧牙关，按照宗门最基础的断体法门，我强行引导着那股无处发泄的极品灵力，疯狂地冲刷着我的皮肉。整整半个月，我足不出户，将那些极品聚气丹当作补给，每一次吞服都是一次极限的突破，换来的是肉身力量呈几何倍数的暴涨。我没有动用一丝法力，仅仅是极其随意的一拳砸在身旁废弃玄铁砧板上，那块坚硬无比的玄铁竟然被我纯粹的肉身力量硬生生砸出了一个深达数寸的恐怖拳印。我现在没有任何法术境界，但凭借这具极品丹药铸就的强悍体魄，单凭肉身力量就足以让炼气6层的修士吃不了兜着走。废剑坑的废料已经被我耗光了，想要继续强化，我必须去寻找更高级的材料。正好宗门核心的铸剑大殿传来消息，急缺控火杂役，传闻冰破峰的绝色长老慕容雪要在那里炼制本命法宝。炼制高阶法宝必然会产生大量的高级废渣。铸剑大殿内热浪翻滚，大殿中央站着一位白衣胜雪、冷若冰霜的绝美女子，正是天剑宗最年轻的半步金丹长老慕容雪。此刻她正全神贯注地操控着巨大的铸剑炉，温度不够，玄冰精髓无法完全融化。慕容长老莫慌，飞星来助你一臂之力。说着，他不由分说地将火晶打入铸剑炉中。冰火相冲，你要毁了我的本命剑！烈阳火晶入炉的瞬间，整个剑炉剧烈震颤起来，狂暴的冰火灵力在炉内疯狂撞击，周围的杂役和弟子们惊呼出声，连滚带爬地往外逃窜，连沈飞星都脸色惨白。一旦炸炉，慕容雪不仅法宝被毁，甚至会遭到严重反噬。造化淬剑炉，给我震！将丹田内淬剑炉的一丝本源造化气息悄然注入其中。原本狂暴即将炸裂的冰火灵气，在接触到淬剑炉气息的瞬间，竟如同遇到了天地法则一般，瞬间温顺地交融在一起。那块烈阳火晶的杂质被瞬间剔除，化作最纯粹的能量，完美融入了冰蓝色的剑胚之中。一声清脆的剑鸣响彻云霄，剑炉开启，一柄散发着极寒之气，剑柄却萦绕着淡淡火纹的绝世神剑冲天而起，稳稳落入慕容雪的手中。这是极品法宝，冰魄真剑竟然进化成了极品！是你稳住了剑炉？瞎猫碰上死耗子吧？一个没有灵力编动的杂役，肯定是碰巧触碰到了阵法的泄压阀。慕容长老，此子在内门大殿鬼鬼祟祟，定然图谋不轨。临危不惧，与剑有缘。你叫什么名字？外门火攻杂役叶璇。从今天起，你不是杂役了，你是我慕容雪的亲传弟子。慕容长老，万万不可！禀长老，这叶璇不仅是个废体，更是个嫌犯。废剑坑管事钱满城失踪多日，我怀疑与他有关。根本不给我辩解的机会，想要当场将我擒拿，给我一个下马威！住手！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圆满惊雷剑诀！我反手抽出背后的惊雷剑，伴随着一阵极其耀眼的紫金雷光，赵无极的攻势瞬间瓦解。他发出一声惊呼，整个人被狂暴的雷霆剑气直接震飞出去，撞在铸剑大殿的铜柱上，身上的护体灵光彻底涣散，短时间内再无作恶的可能。极品法器，好恐怖的爆发力！你不是没有修为吗？我只说我断脉，没说过我好欺负。钱满山作恶多端，自食其果，与我何干？回去告诉大长老，叶璇我保了。谁若再敢无端生事，休怪我的冰魄真剑无情。叶璇，你虽然凭借毅力走出了炼体的路子，但修仙界终究是灵力为尊，你的断脉不除，终生无法踏入更高的境界。
半个月后，剑种秘境开启，那里有一株喜梅剑莲，能重塑经脉，你可愿去搏一搏？师尊放心，这秘境我去定了。这半个月，我要把废剑坑捡来的战利品和铸剑大堂顺走的废料全部丢进淬剑炉。想要在秘境中立足，我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你经脉未复，无法使用高级法术。这内甲贴身穿好，遇到危险直接撕碎火弹符，安全第一，切勿逞强。师尊生性清冷，不善言辞，但这已是外门弟子想都不敢想的待遇。这点东西在强敌环伺的秘境里，想要自保还远远不够。等他走后，我转身就将他们全部扔进了丹田的造化淬剑炉。不仅如此，我还耗尽了手头所有的下品灵石，去方氏的废品堆里论斤称了几百张化废的残缺符箓，一股脑塞了进去。半个月后，当炉盖再次掀开时，那件下品内甲已经被淬炼成了通体暗金色的极品玄武金丝甲。哪怕我不注入灵力，单凭其材质，也足以抵挡极其猛烈的法术冲击。沈飞星，你最好在秘境里安分点儿。炼气9层巅峰，这就是沈大少爷重金请来的帮手。小子，为了蹲你，我们兄弟俩可是特意用了高阶定位符啊！夺影双剑，你们好歹也是成名已久的散修高手，居然为了区区一点灵石，跑来做这种拦路打劫的废话！沈大少出了重金买你在秘境里的所有机缘，情报上说你是个空有一身蛮力的体修，让你知道蛮力在真正的法术面前根本速战速决。借乾坤灵剑阵。蛮力，那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绝对的速度与力量。好快的速度，但这也就是体修的极限。我没有理会他们的嘲讽，在急速的闪避中，我的双手如同穿花蝴蝶般在怀里飞速摸索。凭借着大圆满级别的肉身掌控力，我将一张张极品天雷金光符精准地置入周围的岩石缝隙和沙土之中。小子，没力气跑了吧？乖乖束手就擒。是啊，不跑了，因为你们的阵已经被我破了。我确实没有灵力去凌空引爆符箓，但我这段时间把极品聚气丹当补给，我的身体早就蓄满了极其狂暴的灵气本源。我右拳猛然紧握，大圆满的肉身力量毫无保留地汇聚于一点。惊雷共振！极品符箓，这怎么可能？多行不义必自毙。这秘境就是你们贪婪的终点。我挥了挥手，驱散了眼前的灵气余波。在光点消散的地方，静静地躺着2个漆黑的储物袋，里面有几株普通灵草，但我都没看上眼，反倒是一枚散发着淡淡荧光的玉简引起了我的注意。乾坤锁灵剑阵，正是他们刚才使用的合击秘法。阵法是好阵法，可惜你们心术不正。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将这枚玉简丢进了丹田内的造化淬剑炉中。既然这门剑阵威力不错，那我就让淬剑炉把它推演到一个人就能施展的大圆满境界。有了这门绝佳阵法，接下来的秘境之行就不无聊了。沈飞星，你的帮手已经出局了，接下来咱们也该算算账了。细髓剑莲，只要得到它，我就能彻底修复断脉，孕育剑气，真正踏上剑道巅峰。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洗髓剑莲不仅能重塑根骨，更能助我一举突破筑基期。慕容雪那般清高，等我筑基成了宗门第一天骄，看他还怎么摆长老的架子。沈大少爷，白日梦做多了，可是会走火入魔的。叶璇，你怎么会在这里？夺影双剑呢？我可是花了2万灵石让他们在入口处拦下你的。哦，你说那2个戴斗笠的散修，他们嫌秘境里太无聊，我便用20张极品天雷符送他们去反省。一不小心火力太大，现在大概已经化作天地灵气了吧？20张极品天雷符，不可能！一个连灵力都没有的杂役，哪里来的那么多极品符箓？就算你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破了他们的阵又如何？
你的符箓肯定也用光了吧？这可是我爷爷赐给我的极品防御法器，能挡住筑基期高手的全力一击。你一个只练了一身蛮力的体修，连我的防御都破不开。等我立刻就替宗门清理门户。那你爷爷有没有教过你，真正的剑道是可以无视一切虚妄防御的？话音落下的瞬间，我丹田内的造化淬剑炉猛然一震，那枚乾坤锁灵剑阵的御剑已经被彻底推演到了大圆满境界。更绝的是，淬剑炉直接将这套剑阵的运行法则死死烙印在了我的肌肉记忆里。我深吸一口气，双腿猛地发力，地面瞬间塌陷出一个深坑，我整个人如同出膛的流星般爆射而出。不，爷爷救我！温室里的花朵，终究经不起风雨。仅凭纯粹的肉身力量，就能挥出大圆满境界的剑阵。你这小辈，好可怕的天赋！不用紧张，我乃隐谢星月古族族长姬无双。这头三头灵蛟是我压制修为潜入秘境，拼死斩杀的，只可惜不慎中了他临死前喷吐的极寒毒气。你想要那株剑莲，可以用你身上最好的解毒丹药助我逼出毒素。作为交换，我不仅把剑莲让给你，还送你一场天大的造化。成交。带有3道云纹的极品丹药，你一个天剑宗的杂役弟子，底蕴倒是不小。你虽有一身恐怖的体魄，但经脉断绝，哪怕吃了洗髓剑莲，最多也只能修复成最普通的灵根。此生筑基无望，白瞎了你这大圆满的剑阵悟性。他眼光竟然如此刀辣。不过，既然我承诺了给你一场造化，便不会食言。相识即是缘分。我传你星月古族至高无上的太极造化卷诀，这套功法讲究阴阳调和，最擅长破而后立，抱元守一，心无旁骛。我今日就借着天地灵兽的本源之力，帮你在这破败的身躯里强行开辟出一条修仙界万古无一的混沌剑经。接下来的几个时辰，对我来说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在太极造化剑诀的神奇运转下，我体内那些原本就闭塞的断脉，被这股庞大的灵力彻底冲刷，然后一点点重塑、拓宽。极品丹药赋予我的强悍体魄，在这一刻成了我最坚固的定力，死死锁住了这些磅礴的能量。炼气1层，炼气4层，炼气7层，炼气9层巅峰，厚积薄发。我不仅彻底摆脱了断脉之躯，更是在重塑经脉的瞬间，将这段时间积压在血肉中的极品药力彻底炼化。多谢姬族长再造之恩。你心性坚韧，天赋卓绝，这是你新古族的信物。小家伙，我很看好你。如果在天剑宗觉得束手束脚，随时来星月古族找我。说罢，他身形化作一道璀璨的星光，遁入了虚空之中。因为刚才毒气的侵蚀，那株洗髓剑莲已经枯萎了大半。我小心翼翼地将枯萎的剑莲连根拔起，直接丢进了丹田的造化淬剑炉中。出来的时候，必定是惊天动地的极品造化神药。该回去了。我算算时间，秘境马上就要关闭，不仅解决了心头的隐患，重塑了极品天赋，还结交了星月古族这样的强援。天剑宗大长老，我叶璇带着真正的锋芒回来了。传送阵的光芒闪过，我再次踏上了天剑宗的土地。然而，迎接我的不是熟悉的清脆钟声，而是一股浓烈的焦糊味与灵力激荡后的残破气息。护宗大阵碎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叶师兄，你千万别去主峰，大长老叛变了，沈飞京的命牌碎了。大长老怒火攻心，认定是你和慕容长老所为，他直接撕破脸皮，暗中勾结了觊觎宗门灵脉的外域贼人，里应外合攻破了大阵。我师尊呢？慕容长老为了掩护我们这些低阶弟子撤退，耗尽了灵力，力竭被擒。大长老放出话来，今日午时要在诛剑台公开审判慕容长老，逼你现身。沈苍云，你这欺师灭祖的老贼！今日我必替天行道。这里曾经是宗门惩恶扬善的庄严之地，如今四周却站满了满脸贪婪的叛徒。诛剑台中央的高耸石柱上，一抹凄美的白影被4条粗壮的禁灵锁链束缚着。慕容雪那原本绝美的脸庞，此刻苍白如纸。慕容雪，午时已到，看来你那个好徒弟是个贪生怕死的缩头乌龟，不敢来救你了。我孙儿飞星天纵奇才，竟然陨落在秘境，
定是你们这对师徒安下毒手。今日我要废去你的修为，让你亲眼看着宗门覆灭。老贼，勾结外敌，颠覆宗门，你已入魔障。你真以为自己能只手遮天？天道轮回，叶璇就算不来，他也总有一天会为宗门清理败门。清理门户，就凭那个没有修为的杂役叶璇，我倒真希望他能来，好让我亲手将他打入万劫不复之地。动手，废了他的灵根。谁敢动我师尊，我让他修为尽废。叶璇，你糊涂了！谁让你回来的？你就算修成了铜皮铁骨，也挡不住金丹期啊！这里埋伏了数十个筑基期高手，你快走！师尊，徒儿来晚了，让您受惊了。叶璇，你这狂妄庶子，竟然真敢来送死！给我把他拿下，死活不论！乖乖束手就擒，交出法器，还能饶你一命。师尊，您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场面我来处理。叶璇，你拿什么跟30个筑期抗衡？我没有再解释，只是反手在腰间一抹。这半个月在秘境里，我的造化淬剑炉可一刻也没闲着。我缓缓摸出了3张通体呈现暗金色，表面流转着极其玄奥符文的符纸，极品天绝剑符。这是已经超越了普通符箓范畴的符宝，每一张都封印着极其纯粹的剑道本源。看清我手里东西的瞬间，上一秒还在叫嚣的30名筑基修士逃离筑剑台。现在想走，晚了。我面无表情的双手猛然一握，将自己炼气9层巅峰的灵力狂暴地注入其中，将3张极品符宝同时激活。筑剑台上方瞬间浮现出3柄长达100丈的暗金色能量巨剑，带着镇压一切的无上威严，锁定了下方的所有人。这根本不是战斗，而是一场单方面的修为碾压。整个筑剑台仿佛爆发了地震，原本包围我的30名筑基期修士已经彻底失去了战斗力。极品符宝的剑气极其精准地击溃了他们的灵力运转路线，30名筑基修士法器尽碎，灵气涣散，如同落叶般被狂暴的气浪卷飞，重重地摔落在筑剑台四周。极品符宝，你一个连灵气都聚不起来的杂役，怎么可能催动得了极品符宝？老贼，谁告诉你我是废体？我冷冷地抬起头，下一秒我不再掩饰，极品丹药铸就的强悍体魄之上，炼气9层巅峰的浩瀚灵力轰然爆发。你孙子贪婪成性，在秘境中自食其果。今天，我就要替天剑宗的列祖列宗清理门户，斩了你这叛逆之徒！狂妄小辈，你以为修成了法体双修就能无视金丹期的威严吗？今日老夫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力量。境界的鸿沟绝不是你这些奇技妙巧能弥补的。幽冥瘴气掌，给我镇压！境界的鸿沟，那我今日便以手中之剑丈量这鸿沟到底有多深。给我破！纯正的雷光与浑浊的瘴气在半空中轰然相撞，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惊雷剑的雷光仅仅僵持了3息，我气息一滞，整个人如同陨石般重重砸落在筑剑台的坚硬石板上。叶璇，法体双修又如何？拥有极法器又如何？在绝对的境界差距面前，你依然不堪一击。老夫今日要废了你丹田，让你亲眼看着天剑宗在老夫手中改朝换代。想废我修为，你做梦！师尊，叶璇，你心存正义，天赋绝伦，天剑宗的未来在你身上，绝不能断送于此。你之前在剑炉旁为我稳固法宝时，那股造化阴阳气息，为师已经领悟，那是一门极其高深的天地大道。今日
为师便燃烧这最后的一丝本命真元，为你铺路。不要，师尊！我目眦欲裂，想要拉住他，但慕容雪已经捏动法诀，他将燃烧生命换来的浩瀚纯净真元化作一道璀璨的剑芒，毫无保留的顺着我的眉心灌注而入。这是修仙界最纯粹、最无私的传功之法，剑心渡灵。轰！我体内的太极造化剑诀，在感受到这股极其纯粹的同源剑气后，自行疯狂运转起来。慕容雪的半步金丹修为化作最精纯的能量，疯狂修补着我受损的伤势。而慕容雪在耗尽本命真元后，犹如一片失去重力的落叶，原本如瀑的青丝瞬间变得雪白，绝美的眼眸缓缓闭上，向后倒去。我一把将她稳稳地护在怀里，感受着她微弱的气息，一股前所未有的坚定与浩然正气从我的灵魂深处轰然炸裂。炼气9层巅峰的壁垒在这一刻如同纸糊一般被冲破，我的气息节节攀升。在极品功法与师尊本命真元的加持下，我的修为竟然短暂地跨越了筑基期的桎梏，达到了极其恐怖的假丹境界。沈苍云，你倒行逆施，背叛宗门，今日我便以天剑宗弟子的名义，彻底终结你的罪恶。虚张声势，强行拔高的修为，也敢跟老夫叫板，受死！大圆满，极品乾坤锁灵阵，阵，给我阵！这是什么级别的阵法？大长老被击败了，叶璇力竭了，快拿下他，抢夺他身上的极品法宝和传承！本座认可的盟友，也是你们这些蝼蚁敢冒犯的。滚！戚组长，倒是看不出来，你们师徒二人的羁绊竟如此之深。为了守护彼此，连本命剑心都甘愿献出。这里很快就会有其他势力的老怪物察觉，是非之地不宜久留。走，跟我回新月古族的灵地休养。在姬无双的安排下，我将慕容雪安置在一张散发着浓郁生机的万年温玉床上。你的体魄简直强悍的不可思议，换做普通筑基修士，强行越阶施展大圆满阵法，早已经脉溃裂，你却硬生生扛了下来。我吐出一口体内残存的浊气，睁开双眼，没有过多解释，而是立刻转身看向昏迷的慕容雪。此刻的慕容雪情况依然极其糟糕，她燃烧的是剑修最根本的生命精粹，这种伤势，凡间的极品疗伤丹药根本无济于事，最多只能保住她的一丝神魂不亡。想要她重焕生机，除非有传说中能逆转阴阳、重塑根骨的天地造化神物。姬族长，你忘了我从秘境灵潭里带出来的那株枯萎灵草吗？造化淬剑炉内，那一株从剑种秘境中挖来的枯萎洗髓剑莲，在吸收了无数废弃法器和丹药的本源残渣后，此刻终于完成了最不可思议的蜕变。极品造化仙莲，这不仅能治好师尊，甚至还能让我的修为产生质的飞跃。那是怎么回事？有人在强攻我新月古族的9天星辰大阵。姬家丫头，你的星辰大阵确实玄妙，但想要拦住我们，还差了点火候。天绝老鬼，别跟他废话了，打破大阵，夺取那即将出世的造化神物。这星月古族的灵脉，本族今日便要一并吞噬。天绝剑族，噬灭古族。叶璇，事情麻烦了。是正道与外域闭关100年的2位元婴期老怪，为了抢夺你身上溢出的那丝造化气息，他们竟然放下旗简，联手打上门来了。号称连金丹巅峰都能困杀的星辰护宗大阵，在2尊元婴老怪的联手狂轰下，人彻底崩塌。姬无双闷哼一声，我也感觉仿佛有一座万丈神山压在脊背上。天绝老鬼，你这徒孙身上的造化气息简直让人迷醉啊！只要把它扔进本族的噬灭灵鼎中炼化，定能萃取出一寿100年的极品灵丹。叶璇，你在你曾是我天剑宗弟子的份上，交出造化神物，自废修为，老夫或可留你一条性命。想要造化神物，还要我自废修为，简直是痴人说梦。你们这群高高在上的老怪物，满嘴仁义道德，
骨子里却全是贪婪与掠夺。今日我便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逆天改命，蕴含大道法则的天地奇珍，这等神物是老夫的。放屁！见者有份。叶璇，快退！姬族长，退下！我叶璇的朋友还轮不到别人来欺凌。不，暴殄天物！你个法体双骄的小辈，怎敢一口吞服2枚神物？你会经脉寸断而亡的！元婴初期，元婴中期，元婴后期，元婴后期。这不可能，这违背了天道法则。刚才你们说要把谁炼成灵丹？快逃！快逃！这小子如今实力深不可测。作恶多端还想一走了之，今日我便替天行道，一剑震八荒。你居然一招便净化了他们！怎么，姬族长是被刚才的动静吓到了，还是说，觉得把太极造化玄诀传给我是一笔亏本的买卖？今日不仅保住了族群传承，还结交了你这位当世第一剑修，这可是我族1000年未有的大机缘。不过你现在可是元婴大能了，打算如何重塑这天下被贪婪搅乱的秩序？在此之前，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师尊，我说过，只要有我在，绝不会让你有事。将刚才2位元婴老祖陨落处掉落的空间法器摄入手中，将里面所有最顶级的疗伤灵草扔进淬剑炉，造化淬剑炉，给我炼。这一次甚至不需要漫长的等待，在我元婴后期那浩瀚如海的混沌真元之火催动下，仅仅过了半个时辰，一颗通体萦绕着9色丹云，散发着沁人心脾异香的极品神丹破炉而出。我屈指一弹，这颗足以让全天下修士疯狂的神丹，化作一道柔和的流光，稳稳落入慕容雪的口中。丹药入腹的瞬间，堪称神迹的画面出现了。结丹初期，结丹中期，结丹巅峰，破而后立。慕容雪不仅起死回生，修为更是彻底跨越了半步金丹的瓶颈，真正踏入了结丹期巅峰的境界，距离元婴也仅剩1步之遥。叶璇，你没事？这里是……师尊，我们都好好的，你的剑心已经重塑，修为也更进了一步。你的修为，我竟然完全看不透了。刚才外面那极其恐怖的天威，是你弄出来的？此事说来话长，外面的烂摊子，也是时候去彻底了结了。冲进去！星月古族的阵法已破，今日便是他们灭族之时，灵脉和法宝全凭本事拿！诸位，随我杀！全都给我放下兵器！你是叶璇，大长老呢？天君老祖呢？你们的倚仗已经化作了这天地的尘埃。2位老祖陨狼了。不仅是他们，沈苍云也已经伏诛。你们为了一己私欲，背叛宗门，勾结外域，挑起无端战火，本该将你们全部废去修为，但我念上天有后生之德，今日便给你们一个赎罪的机会。去死吧！冥顽不灵。从今日起，世间再无天剑宗，也无彼此倾轧的门派之分。我在此创立极道剑盟，凡入我剑盟者，须以斩妖除恶、匡扶正义为己任。若再有恃强凌弱、觊觎同道资源者，这便下场。属下姬无双，愿率星月古族并入极道剑盟，尊您为盟主。我慕容雪愿以此生剑道，
誓死追随盟主。拜见盟主，我等愿誓死追随盟主，匡扶正义。